高血压最怕缺钾，4个表现暗示你缺钾了。提醒：3类食物可帮忙补钾。宋大妈今年57岁，最近她总感觉自己身体哪里不对劲，有时候起床后浑身乏力，走路腿软，甚至去市场买菜时，手里的菜篮子都提不动。宋大妈还发现最近肠胃不太舒服，吃饭也没什么胃口，更让她担心的是，她的血压最近忽高忽低，吃药似乎也没以前管用了。邻居刘大妈看到她脸色不好，赶忙问她是不是最近身体出了问题。宋大妈无奈地说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药没少吃，饭也挺清淡的，可身体反而越来越差了。难道是我吃降压药时间久了，药物有什么副作用？听完宋大妈的疑惑，刘大妈若有所思，你这些症状可能和钾有点关系，你平时有注意补钾吗？血压问题怎么会和钾有关？该吃点啥才能缓解？一、高血压患者为何容易缺钾？钾是人体内一种不可或缺的电解质，然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缺钾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威胁，很可能让血压问题变得更加棘手。高血压患者容易缺钾，原因之一是降压药的作用机理。很多高血压患者服用的降压药，尤其是利尿剂，通过排出体内多余的钠来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。然而，这个过程中，钾也会不小心被顺手带走，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漏水一样，不只是脏水流失了，干净的水也可能白白浪费。夏天是缺钾的高发季节，天气炎热时，人体通过出汗和排尿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和矿物质，其中钾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。如果再加上腹泻或饮食中钾摄入不足，缺钾的风险会更高。饮食习惯也是一个关键因素，高血压患者往往会严格控制盐的摄入，但却常常忽视钾的补充。很多人以为少吃盐，多吃清淡的食物就可以控制血压，却没有意识到钾在其中的重要角色。钾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帮助身体排钠，这种钾钠互动的关系对血压的稳定至关重要。除了药物和饮食，个体体质也会影响钾的流失速度。有些人天生容易出汗，或者肠胃吸收功能较差，这些都会增加钾流失的可能性。再加上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，比如长期节食减肥，喜欢吃高脂肪、高糖分的食物，这些都会间接导致钾摄入不足。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钾的缺乏并不总是立刻显现出严重问题，但长期累积可能会让身体不堪重负。有些高血压患者可能还会因为同时患有其他慢性疾病，这些疾病本身或治疗过程中使用的药物，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体内钾的流失。一旦钾的浓度发生波动，可能对身体产生更大的影响。2、4个症状暗示你缺钾了。钾是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重要矿物质，当身体的钾水平过低时，会通过一些看似普通的小症状发出警报，但这些信号容易被忽视。如果长时间未能引起重视，可能会让问题逐步升级，甚至带来危及生命的风险。疲劳无力是缺钾最常见的表现之一，钾是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的重要参与者。当体内的钾含量不足时，肌肉细胞无法获得足够的动力，神经信号的传递也会变得迟缓。这种情况下，身体会变得无精打采，四肢仿佛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有些人可能以为这是因为休息不足，但无论怎么补觉，都无法缓解这种深层次的疲惫感。心律失常也是缺钾的一个明显信号。心脏的正常跳动需要钾和其他电解质的协调配合，一旦钾水平下降，心肌细胞的电活动会变得不稳定，导致心跳节律出现紊乱，可能会感到胸口咚咚乱跳，甚至有种心脏漏跳的感觉。这种异常不仅令人不安，还可能进一步诱发更严重的心脏问题。消化不良往往和缺钾关系密切，胃肠道蠕动需要钾来提供能量和调节节律。当钾含量不足时，胃肠道的运动能力会下降，容易出现腹胀、食欲减退等问题。长期下去，食物无法有效消化吸收，还可能引发更多的消化系统不适。很多人误以为是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肠胃问题，忽视了背后的电解质失衡。血压波动也是缺钾的重要表现之一。钾和钠在调节血管平滑肌的兴奋性上扮演着相反的角色。当体内钾含量不足时，钠的比例会相对升高，血管会变得更加紧张，血压因此容易上下波动。
如果血压总是莫名其妙的高低不定，很可能是体内钾水平在作怪。这些症状看似零散，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：钾的缺乏。如果这些信号被忽视，低钾状态可能进一步发展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。3、关于补钾的3个误区。很多人意识到钾的重要性后，就会急于想要通过各种方式补钾，但在补钾的路上，往往容易陷入一些常见的误区。错误的方式不仅无法有效补充钾，甚至可能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。补钾这件事，只有避开这些误区，才能真正事半功倍。误区一是认为只要少吃盐就能平衡钾钠。高血压患者都知道少盐对控制血压有帮助，但这只是控制钠摄入的一方面。很多人误以为只要限制盐的摄入，身体就会自动恢复钾钠平衡，其实这并不准确。钠的减少虽然有助于降低血压，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钾来维持电解质平衡，反而可能让身体在钾缺乏的情况下运转困难。特别是长期低盐饮食的人群，如果不注意补钾，很容易让血压波动失控。误区2是以为补钾只能靠药物。一些人为了追求快速补钾，直接选择服用钾补充剂或者注射钾，认为这样更高效。其实，补钾的方式需要根据缺钾的严重程度来决定。对于轻度缺钾的人群，通过日常饮食补钾完全可以满足身体需要，既安全又自然。而药物补钾则适用于重度缺钾或需要快速纠正血钾水平的人群，而且需要严格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。误区3是认为补钾越多越好。钾虽然是身体的重要营养素，但并不是越多越好。过量补钾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负担，尤其是对于肾脏功能不佳的人群。当血钾水平过高时，心脏和神经系统的活动会受到抑制，可能导致肌肉无力、心跳缓慢，甚至心脏骤停。补钾的目标是将血钾维持在正常值，而不是盲目追求多多益善。在补钾这件事情上，关键是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掌握正确的补钾方法，不仅能够更好的改善健康，还能避免因为误区带来的健康风险。4、3类高钾食物让血压更稳定。通过饮食补钾是一种既自然又安全的方式。相比药物补充，食物中的钾离子吸收更均衡，几乎没有副作用。第一类高钾食物是水果，水果中的钾含量丰富，而且易于被人体吸收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提到补钾就会想到香蕉，但其实有些水果的钾含量远高于香蕉，比如橙子、哈密瓜等。像哈密瓜这样的水果甜美多汁，不仅是钾的储存库，也是夏天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好选择。第二类食物是薯类和豆类，薯类蔬菜是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食材，却常常被低估了它们的营养价值。这些食物不仅钾含量高，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。而豆类不仅是钾的优秀来源，还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，是素食人群补充营养的首选。将红小豆煮成粥，或者用土豆做成汤，不仅美味，还能在一顿饭里轻松摄入足够的钾，对调节血压非常有帮助。第三类则是绿叶蔬菜和菌菇类，绿叶蔬菜中的菠菜、芥蓝，菌菇类中的双胞菇、口蘑等都是含钾量很高的植物性食物。这些食材烹饪简单，可以用来做汤、炒菜或者清蒸，适合高血压患者常备在厨房里。通过合理搭配，将水果、薯类、豆类和绿叶蔬菜等高钾食物组合在一起，既丰富了饮食结构，又让补钾变得更加轻松有趣。选择天然食材，为身体补充钾的同时，也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了一份保障。结语：钾是高血压患者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健康因子，它不仅维持着体内电解质平衡，还在血压调控、心脏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然而，很多人对于补钾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，甚至存在误区。高血压患者面临的缺钾风险，不仅来自药物副作用，还与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密切相关。身体通过疲劳乏力、心律失常、消化不良和血压波动等症状发出求救信号时，往往意味着体内钾水平已经不足。饮食是补钾最安全和有效的途径，高钾水果、薯类和绿叶蔬菜是调节钾水平的好帮手。合理搭配这些食物，不仅能让身体摄取充足的钾，还能改善整体健康状况。
健康的管理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，认清风险，避开误区，用科学的方式应对缺钾。高血压的好日子并不遥远，